老朋友们，咱们今天聊一件要紧事，关系到您的钱袋子和面子。您是不是刚从银行换回崭新钞票，正准备往红包里塞？请您先停下手上的事儿，听我志玲说几句新钞排雷指南。您手里那些看上去完美的新票子，如果不检查就直接包进红包，很可能让您多送出去好几百甚至上千块。更严重的是，说不定还会把一些不能花的废纸当成年礼送出去。想想看，大过年的，这得多尴尬，既破财又得罪人，一份心意全成了笑话。各位健康之道的老朋友，我是志玲。年关将近，大家换新钱发红包的热情很高，摸着挺阔崭新的钞票，那种喜庆和满足，确实是手机上的数字比不了的。但在这欢喜的节骨眼上，我必须提醒您，先别急着装红包，哪怕您觉得银行取出的钱万无一失，也请听我把里面的风险说清楚。越是看似完美的新钞，可能藏着的坑就越多，越容易让咱们信任他人的老年人吃亏。不少老友觉得钱从银行柜台取出，还有封条捆着，怎么可能有假？于是数都不仔细数，直接塞进红包，结果等送出去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今天咱们就讲最实在的，能帮您扎紧钱袋子，守住脸面的经验。如果您觉得在理，请务必跟着我的思路往下看，也记得提醒身边的老年朋友，咱们一起抱团取暖，过个安心年、顺心年。咱们闲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为什么我非要强调，这新钞票反而比咱们钱包里用旧了的钱更危险呢？很多老友可能不理解，新钱多好啊，干干净净、挺挺阔阔，代表着全新的开始，怎么还会有陷阱？这陷阱啊，就恰恰藏在这新字上头。咱们先来说这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让您不知不觉就破了财的检查点，那就是仔仔细细检查钞票的厚度，防止2张甚至3张钞票死死地粘在一起。您可别觉得这是小事，这是个非常普遍但又极容易被忽略的物理现象。我给您讲讲这其中的道理。您想啊，这印钞厂出来的钞票是用那种巨大无比的液压切刀哐当一刀整齐切下来的，那个压力大到好几吨重，这么一压，钞票切口那个边缘其实就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咬合力，就像一本厚厚的书被重物压久了，里面的纸页也会粘在一块，不容易分开，是一个道理。这还没完，新钞票的纸张为了防伪和耐用，表面那层涂料特别致密光滑，再加上刚印出来的油墨，哪怕看起来干了，它多少还是有点粘性的。最关键的是，现在这季节，冬天，空气干燥得很，这一摞新钞票在运输，在银行清点机里哗啦啦过的时候，相互一摩擦，好家伙，静电就产生了，而且这静电还不小。您看，3个因素凑齐了，切口咬合，表面光滑，静电吸附，这就导致崭新的钞票特别容易出现2张甚至3张死死粘成一块厚纸板的情况。这种粘连可不是您轻轻一抖搂就能开的，有时候您用手去捻，要是劲用小了，都感觉不到那是2张，它简直是天衣无缝的长在一起了。对于年轻人，手指头皮肤嫩，感觉灵敏，可能一摸就觉得，这张好像厚了点，就能发现问题。可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年纪上来了，手指皮肤的角质层厚了，可能还有老茧，触觉的灵敏度那是自然下降的。再加上冬天手干，摩擦力小，2张粘在一起的100元大钞，在很多老友手里摸过去，那感觉跟1张钱是完全一样的，根本分辨不出厚度上那细微的差别。您可能觉得我这话说的有点玄乎，那我给您讲个真事，就发生在我一位老同事身上。去年过年，他高高兴兴的去银行给刚上大学的孙子换了2000块连号新钞，图个新鲜吉利。回家后，他觉得银行扎好的捆肯定是100张，没错，就从那捆钱里数了20张，装进红包给了孙子。结果孩子回到自己屋一打开，马上跑出来，悄悄跟他讲，爷爷，您是不是数错了？这里是2200块钱。我这位老同事当时就懵了，拿过来一数，果然是22张。怎么回事呢？原来那沓新钱里有2处地方都是2张粘成了1张，他数的时候每一处都只当成1张数过去了，自己却浑然不觉。您琢磨琢磨，这幸亏是给自家亲孙子，孩子懂事诚实，把多出来的钱还回来了。这要是包给亲戚朋友的孩子，或者是去参加婚礼随礼，
又或者是给小区里帮忙的物业人员、保洁员发个红包，您多包出去这200-300，人家收了会主动告诉您吗？实话实说，大概率是不会的，这是人之常情，人家只会觉得您这人真大方，红包真厚实，心里头可能还暗自高兴。可您自己呢？您账本上记得是支出2000，实际口袋里流出去的是2200，这钱丢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您事后怎么回想，都可能怀疑是不是自己买菜时丢钱了，或是记性不好，算错了账，压根不会想到是红包出了岔子。这笔损失对于咱们习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老年人来说，可真不算小。还有比这更让人别扭的情况，咱们中国人包红包讲究个吉利数字，比如66大顺包600，十全十美包1000，图的是好事成双，寓意美满。可要是因为粘连，600变成了700，1000变成了1100，这还好说，顶多是多出了钱。可万一原本想包888发，因为粘了一张，数成了900，这在中国传统里，9固然是吉数，但在一些婚庆、寿宴的场合，也可能讲究个双数更吉利。更关键的是，如果您想包个双数，结果因为粘连最后变成了单数，那在某些讲究的老传统里，可就是犯忌讳了，被认为是不吉利。尤其是给新婚夫妻或者做寿的老人送个单数红包，那意思可就完全变了。您本是一片好心祝福，结果因为多送了一张，反而在寓意上闹了不愉快，这岂不是花钱买尴尬，好心办了坏事？所以志玲在这里必须教给大家一个对付新钞粘连的笨办法，也是死办法，您千万别嫌麻烦，务必照做。当您把新钱从银行请回家，在它进红包之前，请您一定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坐下，好好处理一下它。您可以准备一块微微有点潮湿的干净毛巾，或者那种办公用的海绵蘸水盒，把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指尖轻轻的、稍微的沾那么一点点湿气，注意啊，是微微潮湿，增加点摩擦力就行，可别弄得水灵灵的把钱弄皱了。然后您就把那沓新钱拿在手里，别心疼，像扇扇子那样用力的一张一张的把它碾开，碾成一个打开的扇面形状。或者您也可以把钱平铺在桌面上，用手掌用力的一张一张的戳过去，直到您听到每一张钞票都发出那种清晰的爽利的刷拉声，那才算是真正把它们分离开了。特别是那种连号的新钞，粘连的可能性最高，每一张都得戳到位，反复数2遍，确认张数100%准确了，再郑重的放进红包里。您别小看这多花的5-6分钟，它帮您省下的可能是好几百块的冤枉钱。更重要的是，它确保了您的心意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准确无误的传递出去，这份踏实比什么都强。这厚度检查完了，防住了破财的风险。咱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至关重要的检查点，这个地方关乎的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它直接关系到您的面子、您的信誉，甚至是一家人的和睦。那就是仔仔细细检查每一张钞票的票面，防止废纸和晦气混进您的红包。很多老友对银行有一种天然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觉得这捆扎好的贴着银行官方封签的钱捆，那就是国家信用的体现，绝对不可能有问题，难道银行还能给我假钱？于是不少人为了省事，或者觉得带着银行原封的捆送人显得格外大气有面子，干脆连外面的包装纸都不拆，直接把一整捆钱塞进特大号的红包里，或者用红纸一裹就送出去了。各位老哥老姐们，这个做法可真是使不得啊！您这等于是在拿自己一辈子的信誉和脸面去赌一个微小的概率。银行的流程固然严谨，但银行也是人在操作，机器也有出错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年根底下，现金需求量暴增，印钞厂、银行的金库和柜台，哪一个环节不是加班加点，高速运转，人一疲劳，注意力就容易不集中。这百密一疏的情况，历史上它不是没发生过，大家回想一下，过去的新闻里是不是也报道过，有储户从银行取出来的整捆新钱里，竟然发现了残次币，比如缺个小角的，被油墨严重污染的，甚至更离谱的，还夹杂着银行的练功券。什么叫练功券？可能不少老友没接触过，那是银行内部发给柜员，让他们练习点钞执法用的道具，大小、颜色、手感都模仿真币，但上面清清楚楚印着练功专用，禁止流通8个大字。这东西
理论上绝对不该流出柜台，是银行内部的教学工具。可万一呢？万一柜员忙中出错，把混在点钞机里练习的练功券不小心当成了真钱，又扎进了捆里，或者机器清分时没识别出来，它就有可能随着那捆崭新的钞票来到了您的手里。这个概率对银行来说可能是1/1000、10万分之一，可一旦发生在您身上，对您而言那就是100%的灾难。您闭上眼设想一下那个场景，大年初一，一大家子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您作为长辈，笑呵呵地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递给孙子孙女，或是给亲家公亲家母，表达您的祝福和重视。所有人都看着呢，接过红包的人也是满心欢喜，当场拆开一看，笑容瞬间就僵在脸上了。怎么里面夹着一张练功专用的纸片，或者是一张明显残缺的烂钱？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收礼的人心里会怎么想？他们第一反应绝不会是银行出错了，他们心里咯噔一下，冒出来的念头很可能是：这是什么意思？大过年的，给我一张废纸，这是瞧不起我，还是故意恶心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您到时候就算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解释不清啊。您说这是从银行直接取出来的，人家未必全信，反而可能觉得您办事太不牢靠，连钱都不检查就拿来送人，这心意也太敷衍，太不尊重人了。您看，原本用来传递温暖、增进感情的红包，一瞬间就变成了结仇包、打脸包。您的面子、尊严，甚至两家人长久以来的和睦关系，都可能因为这一张不该出现的纸而受到严重损害。这个后果，咱们谁都承担不起。除了这种极端可怕的废纸情况，还有一种比较普遍，也需要咱们留个心眼的情况，那就是钞票上的号码。我志玲虽然不主张迷信，但咱们得尊重传统，入乡随俗。过年过节，大家图的就是个吉利，讨的就是个好彩头。尤其是家里有做生意，或者特别讲究传统的老辈亲戚，他们对钞票上那串数字的尾号是相当在意的。如果您包出去的红包里面某张钱的尾号是444、748、514，这类谐音听起来很不吉利的数字，收到的人心里头多多少少会有点疙瘩。444谐音死死死，748谐音去死吧，514在一些地方念起来像我要死。虽然钱的价值一分没变，100块还是100块，但咱们送红包送的是心意，是祝福。如果能避开这些可能让对方心里咯噔一下的号码，那咱们的这份心意就显得更加周全，更加体贴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您在最后确认张数往红包里装的时候，顺手瞟一眼每张钱的右上角或者左下角的号码，如果一眼就看到尾号是那种特别刺眼的不吉利组合，咱们就轻轻把它抽出来，换一张号码普通点的放进去。这张被换下来的钱，咱们留着自己平时买菜、逛街的时候花掉，反正它的购买力一点没变。这个小小的举动，在人情世故里就叫细节见真心，叫懂得为别人着想。别人未必会说出来，但心里一定能感受到您的周到和敬意。这份情谊，有时候比红包里的金额更让人温暖。说完了检查钞票本身的2个核心要点，我还必须得补充几个非常关键，但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外围环节。这第一个，就是从银行把钱请回家路上的安全问题。您要知道，年底了，不只是咱们盼着过年，那些小偷小摸，甚至是拦路抢劫的坏人，他们也想着冲业绩过个肥年呢。您拿着一摞崭新的红彤彤的100元大钞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很可能就已经被某些躲在暗处的眼睛给盯上了。他们专门寻找那些独自一人，看上去比较年长，手里拿着明显装有钱财的袋子或信封的老人下手。所以志玲在这里要再三叮嘱大家，切记财不露白，去银行取新钱，尤其是取大额现金，千万别用那种透明的塑料袋或者文件袋，更不要直接攥着一大把钞票在手里，最好是用一个不起眼的深色的布袋子或者购物袋，一取出钱来就马上放进去。如果金额较大，最稳妥的方法是直接放进贴身的内侧口袋，外面用外套遮好。出了银行门，不要在原地停留，也不要一边走一边翻看手里的钱，最好是有子女陪同前往。如果是独自一人，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省那点钱，出了门直接打个出租车回家。
或者乘坐人多明亮的公共交通工具，尽量避免在僻静的小路或人少的地方步行。另外，还要警惕一种老套但至今仍有人上当的骗局，银行门口的丢钱分钱把戏。如果有人故意在您面前掉下一沓钱，或者凑过来说捡到钱要和您平分，千万别搭理，立即走开，那都是瞄准了刚从银行取钱出来的老年人设的圈套。咱们得先确保这笔心意的本金安安稳稳、完整的护送到家，这才是包好一个红包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好了，咱们钱也检查完了，也平安到家了，是不是就能直接塞进红包，然后把口子封得严实了呢？且慢，这里头还有一个关于红包封口的大讲究，很多老友都做反了，一不小心就把财路和福气给堵上了。我见过不少老友，特别是给孙辈包压岁钱的时候，那份认真劲儿真是让人感动。把钱装进去后，怕掉出来，又是用胶水粘，又是用双面胶贴，非把那个红包口封得死的才放心。各位老友，这份谨慎的心是好的，但在咱们传统民俗礼仪上，这个做法可是犯了大忌讳。咱们得分清楚情况，一种是红白喜事的礼金红包，比如参加婚礼的份子钱、丧事的奠仪，那种红包是需要封口的，寓意着礼数已到，事情已定，或者让不好的事情就此封存。但是过年时给晚辈的压岁钱，给长辈的孝敬钱，这个红包的口是绝对不能完全封死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红包，它承载的寓意是财源滚滚、福气连绵、长长久久。您把口子用胶水彻底封死了，那在老话里就叫财路不通、福气不进，或者只出不进，这个寓意就完全走反了。正确的做法是，只需要把红包背面自带的那个小插舌轻轻地插进封口里，让它虚掩着，或者干脆就让口子敞开着一点，这代表着财气、福气、好运能够自由流通，源源不断的进来，也寓意着这份祝福和关爱会年年延续。我们要祝福孩子们明年还能健康快乐的收到红包，祝福长辈们的福寿如泉水般永流不息。所以啊，这个口子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别用胶水给它焊死了。这就好比咱们家的大门，过年都要大开中门迎财神接福气，您要是把大门从外面锁死，还贴上封条，那好的运气怎么进得来呢？跟封口相关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钞票在红包里的姿态问题。现在市面上的红包花样繁多，有竖长款的，有横宽款的，还有那种特别小巧可爱的迷你红包。有些老友图个可爱，或者觉得小红包精致，就买了迷你的。但问题来了，迷你红包往往塞不下一张平展的100元钞票，必须把钞票折2折，甚至3折才能放进去。在这里，志玲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选购那种横宽版的，能够把100元大钞完全平铺放进去的红包。这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大气，更深一层的，它也有一个美好的寓意，把钱平整、服帖的放进去，象征着这一年顺利、平稳，没有大的波折和皱褶。而且咱们特意去银行换的新钱，本身就是挺阔崭新的，您非要用力折出几道深的折痕，既破坏了它的美感，也让人觉得有点可惜。咱们既然费心换了新钱，何不让它以最完美、最舒展的姿态，承载着我们的祝福，送到亲人手中呢？这就叫好事做全套，心意尽的完美。除了这些，作为一个关注大家健康之道的老朋友，我还必须提醒一个容易忽视的卫生问题。新钞票看着干净，但上面其实并不卫生，它残留着印刷的油墨、各种化学涂层，以及在无数人清点、运输过程中沾染的细菌。印钞油墨成分复杂，可能含有微量的苯系物和重金属，虽然正常接触不会立刻中毒，但对于咱们老年人和免疫力较弱的孙辈来说，数完钱不洗手就直接拿东西吃，或者揉眼睛，长期看对健康是个隐患。尤其是新钞那种特殊的油墨气味，有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老友闻久了，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在您兴致勃勃地数完钱，包好所有红包之后，一定要记得去洗手间，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把手认真的彻底的清洗2遍。千万不要数钱数得高兴了，顺手就抓一把瓜子花生吃，或者去摸孩子的脸。特别是要叮嘱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红包里的新钱再好看，也不要放在嘴里咬，或者一直攥在手心里玩。
玩完了要及时洗手。大过年图的是健康团圆，可别因为这点细节上的疏忽，让家人身体不舒服，那可就因小失大了。最后，还有一个让很多老友心里纠结的潜规则，就是红包金额的连贯性问题。不少老朋友会私下问我，志玲啊，去年我给孙子包了800，今年是不是非得包1000？能不能和去年一样？要是少了，会不会不好？在咱们的传统观念里，压岁钱确实蕴含着步步高升，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期望。所以，一般来说，今年的红包金额最好不要低于去年。如果能适当增加一些，哪怕只是增加几十块钱，也是个好彩头，代表着孩子又长大1岁，福气也更厚了一层。如果您给的红包金额突然比去年少了一大截，敏感的孩子或者他们的父母心里可能会犯嘀咕，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让爷爷奶奶不高兴了，还是老人家手头紧了，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一定要量力而行。红包的本质是传递关爱，不是攀比，更不是债务。如果今年家里开销大，或者孙辈众多，每个红包都大幅增加，确实有压力，那么保持和去年一样的金额是完全可以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稳定的祝福。如果真的需要减少，我的建议是，最好能提前和儿子女儿通个气，说明一下情况，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咱们老年人千万别为了所谓的面子和规矩，硬撑着包超出自己能力的大红包，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拮据紧张，那就完全违背了发红包祈求幸福安康的初衷了。老朋友们，忙了一年，盼到春节，图的不就是全家团圆，和和美美吗？红包里的钱是我们对晚辈的疼爱，对长辈的孝敬，对朋友的祝福。千万别因为怕麻烦或过度信任，忽略了微小风险，让这份心意打了折扣，甚至变成误会。请您多花几分钟，在灯下把从银行取回的新钞一张张碾开，听听清脆的声音，看看崭新的票面，这份专注本身也是一种年味儿。确认每张钱都完好，每个红包金额无误后，再亲手递出，心里的踏实和爱意是无可替代的。在这人情往来的时节，让我们以细心和严谨，为新年开个顺顺当当的好头。别让不起眼的小细节影响家庭的幸福，人际的和谐。如果您觉得志玲这番话在理，说到您心坎里，请在评论区打出红包平安，互相祝福，讨个好兆头。愿每份心意都完整妥帖的送达，愿每个家庭春节收获幸福、健康和财源。也欢迎您分享包红包时的趣事或教训，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提醒和乐子。我是志玲，一个愿为您生活多提个醒的老朋友。请务必关注健康之道，这里关心您的身体、财务稳健和生活顺心。我会一直在这里陪您看懂生活门道，避开隐藏的坑，一起过好安稳幸福的晚年。谢谢收看，下期再会。提前祝您全家新春快乐，红包发得放心，福气收得满满。